好，欢迎收看天津卫视大型情感节目《爱情保卫战》。收看《爱情保卫战》的观众朋友们有福气了！现在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中的二维码，添加天视福利官，参与看电视抽大奖活动。我们精心准备了各式奖品，每一份都承载着我们的心意和祝福。赶快行动吧，赢取属于您的浪漫惊喜！那接下来我们一起认识一下今天来到现场的嘉宾们，来，请开门，欢迎大家，欢迎你们。首先要疗愈的是本期第一对情感嘉宾苏先生，32岁，来自广东；公司职员顾女士，34岁，来自湖北，人力资源主管。他们究竟遇到了怎样的情感困惑？你们的感情中遇到的最大阻碍是什么？我们领证当天，他的家人在民政局堵着我们，不让我们结婚。你们的婚姻为什么得不到他家人的祝福？他父母嫌我岁数大，离婚带2娃，觉得他跟我在一块儿，他吃亏了。我俩的婚礼拖着现在一直都没办。你觉得对方有什么缺点？我跟婆婆之间的矛盾，他在中间完全无作为，对我2个女儿无底线的溺爱，搞得我像个后妈。他要求我对待婆媳之间的矛盾要无条件站在他那边，我觉得他这样太霸道了，而且他平时对我的脾气也特别大，动不动就提离婚。哎呀，看来问题还不少，才结婚没多长时间，光看小片儿我都觉得确实头疼了。这个女方是2婚啊？对，先生是头婚。对，是。哦，那你们怎么结合在一起的？我们2个是通过共同的朋友介绍认识的，当初是他追的我。然后因为我的实际情况就是我是离异带2娃的，然后我比他大几岁，就是他爸妈就觉得我跟他在一块儿，他儿子吃亏了。你主动追的，没跟父母做好工作啊？有说过他的大概情况，但是就没详细聊过了。那你们谈了多长时间？我们谈了有2年多了。我有跟他说，我说要不在我们领证之前见一见家长，吃个饭。然后他说爸妈管得比较窒息，他想逃离那个家。前一段感情就是父母给搞散黄了，他说我俩是奔着领证去的，别到时候也给搞散黄了。他说我觉得我俩应该领了证以后再见父母，如果先见父母怕我俩领不了证，领了证以后生米煮成熟饭了，父母就没办法。所以上个月你们才去偷偷领了证了是吧？是。我们领证当天了是要有那个户口本的。我老公他当时是在考机车，家里是知道的，他就说考机车要一个复印件，把户口本拿去复印。我婆婆就说半个小时要还回来，当时男朋友就是没有还回去，然后我婆婆就给他打电话，他不接。我婆婆他们就猜到可能我们要领证，然后他就跟我家公就在那个民政局门口堵着了。就2点半民政局上班，我俩去的时候就已经在民政局门口堵着了，他堵着就不让我俩领证，就当时发生了特别不愉快的事情，就当时都吵起来了。然后我跟我老公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我老公就从我们当地这个民政局打车去到另外一个区的民政局去领证。这家长不同意，就搞得鸡飞狗跳，是吧？是，他的爸妈就觉得我离婚带2娃，我比他儿子还大2岁，我又是外地人在本地，他就觉得他应该找个本地媳妇，找一个没有结过婚的小2岁的，他就觉得他儿子吃亏了。那你们谈了2年也没有把这一局扳回来吗？就是我其实是个好女人，我也爱你儿子，我们很幸福，2年时间都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吗？就是他妈妈是属于那种比较强势的，改变不了的。所以你们俩谈恋爱，他的父母是一直不同意的。父母不知道，不是不同意啊，他只是跟父母提了一嘴，我有个女朋友，我女朋友有2个小孩，离异，他父母没见到面，他就没什么感觉。所以其实是不同意你们谈恋爱的。不同意我俩领证，谈恋爱他无所谓。所以啊，你们俩自己的选择就是没有经过父母的同意和支持，私自结了婚嘛？那承担后果呗。父母不高兴，婆婆不高兴，咱慢慢去缓解嘛。所以他就给我下马威嘛，就是比如我跟我老公领证，他是口不服心也不服，所以他就一直拖着不摆酒。我婆婆就说你们买的那个分房，8月份才下来装修要半年，放位要1年，他就是要这个婚礼2年以后才办，他就是拖着不办，就是要隐婚。不是拖着不办，我父母那边就觉得我们结婚就按照当地的习俗来，然后去办这个婚礼，打算想把房子装修好了，
再有一个接亲的仪式把他接回来。本来我们两个领证就自己做主了，白酒我们也应该自己做主。我们这个小家庭去邀请父母来参加婚礼，而不是父母来主导。我觉得他妈就是给我下马威，就是不是给你下马威，是我已经背着我父母已经跟你领证了，我应该顺从一下我父母的意思去办这个婚礼。这酒席，所以你生气的是你老公不作为是吧？对，我生气的是他不站在我这一边。哦，我觉得他没搞懂我跟他领了证了以后，我们是一个家庭。他妈妈再好，关系再亲，他也是邻居了，不能对我们的这话说的不对。什么叫妈妈成了邻居了？你让律师从法律上解对，妈妈能成邻居吗？那怎么可能邻居？那是一家人。那除过这个婚礼之外啊，婆婆有没有认你啊？他就说补偿一下我，送一个金戒指给我，然后我就说，那我又没有要婚礼，又没有要蜜月，又没有拍婚纱照，那你怎么也得送个钻石戒指给我吧，有个仪式感。他妈就非要送金戒指，我说那送戒指你送给我，你是不是带我去看？我选一个我喜欢的买了就好。他妈说我那个亲朋好友都在香港，我让他们给你发图片，你选一个喜欢我给你买回来。最后就是争执不下，最后还是依了婆婆送了金戒指。我就觉得他就是以送金戒指来给我立威。金戒指已经是对我们一个祝福了，我父母那边已经做出一点点的让步给我们了。哎，这你老公说的，我听起来好像有点道理啊，算是让我要的是钻石戒指，我婆婆非要送个金戒指。一步来嘛，哎呀，这不是好转好往好的方向走了吗？那他家里的人就是把我当外人，他亲戚有2次从外地过来，在家聊得好好的，跟婆婆就看我衣服挺时尚的，他就跑去我房间，就拿了我那个还没来得及拆吊牌的衣服，然后还有我那个护肤品打折的时候，就我买的比较多，他就拿了几套，就说借。我婆婆说借什么借，就送给你了。然后我就觉得这个事情，他家里一家人把我当外人，不经过我的允许就拿了我的东西，你哪怕是问我一下，这件事情我已经跟我家父母已经。那我跟你说第一次的时候，你就没有跟你父母说。如果你跟你父母说了，怎么会有第二次？第一次我是没给他们说清，第二次我已经3声5令禁止他们这样做这些事情了。来，老公，你说你了不了解我这个人？如果你跟我说了，我会不给吗？我看你的面子我也要给，对不对？当然他也有带我去再买，我就说我不要你买，我要的是一个你这边家里的一个态度。这房子是谁的？婆婆给的吗？我现在因为我俩关系比较特殊，我是没有住到他家里面，我们有买分房，分房在装修，8月份才下来，现在是住着我婚前买的财产，就我们没有结婚之前我买的房子和我开的车，现在是用我的东西在我家，等于是在你家，然后他家亲戚把你的东西，对，婆婆刚好来看他，然后人家就说来看婆婆，就顺便就来我家了，就这样。这小顾这一口气顶的呀，气得不得了。你看你老婆气的呀，因为我前一段感情，我家人那边已经说过很清楚，不要再碰，因为这事情确实是对我老婆的是一个有点不尊重的。你爱人在结婚之前也是这样咄咄逼人吗？也没有啊。你嗓子今天特别的哑，是最近气着了这么哑的吗？被他气的。哎呀，就是我在保护嗓子，小声说。我跟我老公领证之前，我也跟他说了的。我说我上一段婚姻就是因为跟我前夫和婆婆住在一块儿，所以呢就是有矛盾，然后最后导致的婚姻失败了。就是我也跟他说了，我说这一段婚姻，我希望你，在我跟你妈妈有分歧的时候，你能无条件站在我这里。他是怎么做的？因为我是2婚，我老公是独生子，又是头婚，我就是应该给他生个孩子，他也找我要个孩子。我说现在有2个孩子，我的大女儿有12岁，小女儿有10岁了。因为我前一段感情呢，跟我那个前夫要抚养权，等同于是闹得非常不愉快，所以我就说对我2个孩子就特别的亏欠。他就说要孩子，我说等我2个女儿过3、4年，他俩读高中上寄宿学校了，我们再要孩子，不然我的爱会被分走，我女儿也会觉得我不重视他们，不宠他们的。那我老公就是说，要不把孩子丢给2个老人带，这太不切实际了。我再说一句，那我2个孩子，他上晚自习上的晚，那打扰2个老人休息不？再一个就是我那个我小孩的学业课程，就现在初中就比较难了，那有什么不会的，我跟我老公上过大学，怎么也能帮得上忙，所以他就非说我找借口不跟他生小孩。推迟几年生小孩，年龄已经摆在这里了。你现在34了，再推3、4年的话，你已经38，就变成高龄产妇了。这样生孩子的话，也对你自己身体也不好。你们在婚前有没有讨论过这事儿？婚前我们讨论过，他会觉得结了婚了以后，我可能会改变态度。现在我的问题是什么呢？
因为我俩关系比较特殊，婆婆现在不认可我，所以呢，现在住在我婚前买的房子里面，开的车也是我婚前的财产。说3遍了，说3遍了。我俩现在是没有共同财产的，才领这2个多月，那他的收入也没我高，他是不是应该多挣点钱，给孩子挣个奶粉钱？现在我工资确实是没有他。你咋不上交？我有上交，都上交。我们有一个共同的账户，就是都上交给他。他的工资拿1半，我的工资拿1半，我们就存在里面。那存2个月能存多少钱？这是一个挺难解决的矛盾，先放在这儿。那我们再继续说。我刚才听小片说，你的2个女儿，她和这孩子相处也有问题是吧？我有2个女儿，我那个大女儿前段时间去逛商场的时候，我们一家4口去的。小孩当时看中一架钢琴，撒个娇找他爸爸要，他就给了。那买了那个钢琴，我说那钢琴都买回来了2万多了，那我们是不是得学钢琴？然后给我那个大女儿就报了小班课，就是1个星期上2节课。然后我有时候工作比较忙的，下班晚了，我老公就带去。好，他带去就出问题了，那小孩就软磨硬泡，撒个娇，他爸爸就给他把钢琴课给退了，他带着小孩就去动物园玩，这个钱就到我账户上了。小孩子他一开始是跟我说想学钢琴，然后去到学了几节课之后，他又不喜欢了。我也是第一次当爸爸，我也不知道怎么相处，我只是想融入他们的生活，跟他们打成一片，然后就顺着他们意，帮他退了。可是你做了一个不好的榜样。我小女儿就比较活泼好动，她就是上课都静不下心的那种，老师都打电话投诉的。我说我给她学个毛笔字，让她静下心来，练练字，培养点耐心。她就看姐姐这样，她就找她爸爸。也是我加班没回来，他就把孩子带去上课。他小女儿那边他也是把那个课程也给退了。他真的静不下心去写那个毛笔字，写一会儿就闹腾。我就想着钢笔字也写得很好了，我还不如在他的钢笔字的基础上，我再帮他报一些兴趣班，帮他练一下，再加强一下他的钢笔字。我就觉得他太没有原则，太没有底线的去宠爱我的孩子。哎呀，真是家家有本难念经。别人家是觉得再婚家庭不够宠爱原来的孩子，你们家是惯得太厉害哈。他太惯了，就比如我那个前段时间我那个小女儿的那个牙齿啊，就是蛀牙的特别厉害，我花了几万块钱去医院给她整好了。医生再三强调你不要吃糖，不要吃甜食，巧克力、冰淇淋都不要吃。偶尔他偷偷找他爸要，我都当没看到。有一次我去那个外面出差，几天才回来，他倒好。直接带着小孩，叫那个小孩一帮朋友来家里面开了一个派对，就是糖果、冰淇淋、巧克力、甜食大会。你说我气够呛？我也不是经常这样，只是偶尔一次给他吃一下。小朋友是爱吃糖食，也正常的嘛。我知道他对我孩子好，我孩子也喜欢他。关键问题是你不能拆台呀。他拆啥台了又？最近这段时间啊，就是学校里面特别火那个小马宝莉卡。就同学之间都拿这个玩，我女儿也买了好几百块钱，我在家里是说一不二的。我说这个卡我们已经有这么多了，我们先不买了。我在家里发了脾气，发了火，我女儿也答应了。好，她转身就买了1000多块钱的卡给他们。1000多？对呀。我是觉得小孩子喜欢玩，而且他们跟他们的同学之间还有朋友之间有个共同话题。前段时间我因为跟我前夫离婚，我们就有约定，就是说小孩10岁以后呢，就要给小孩改姓。我就把我2个女儿拉到我身边来，我就说，要不你俩改个名字，跟妈妈姓怎么样？你知道我女儿怎么说？我女儿说，要不咱俩改个姓，跟新爸爸姓怎么样？这不好吗？小孩子那是说明他们对他接受他呀，感受到了他的爱呀。本来我还担心他现在就吃小孩子的醋，加入不到我们的家庭，现在就是吃小孩子的醋。你觉得自己像后妈是吗？对，现在是他是亲爸，我是后妈。他让我跟我2个女儿之间有隔阂了。我2个女儿只有学习会找我，她玩的所有事情都是找爸爸。小顾，你别着急上火了，这嗓子都喊哑了啊！反正老公教育孩子方法也不对，帮婆婆沟通的也都不对，他都不对啊。那我还得问问你老公，他有没有什么不对的地方？花钱比较厉害，大手大脚的。有时候我跟他有一点吵闹，或者我跟他去逛街，他走到金店就走不动道了，硬拉着我进去看。有稍微不留神，他已经把那金饰啊什么项链、耳环那直接买了，都完全没有跟我商量过。我也带了一张图过来，你帮我有证据是吧？对，来看一看。这他就这几天，也就这几天买的。 6号、7号，
就2天的时间，对，买了1、2、3、6笔，是吧？对。哎，你这不是挺喜欢金饰的吗？那结婚的时候为什么非得要个钻石呢？金我自己都买得起，我干嘛要婆婆送啊？我要的是一个仪式感，我要纪念我结婚这个事情，要有仪式感一点。我喜欢金，所以这算是买得起金。来，我帮你采访一下我们2位已婚男士嘛哈。如果家里老婆2天之内买了6件金饰，你们会有意见吗？我觉得应该双方还得商量一下。老师，你问的不对，你应该问，在有经济的情况下，是女方我的经济大于他的，他娶我，你说他是赚了还是亏了？我存1万，他存5000，房子住我的，车开我的，你没钱都是你的错。不过女士，说实话，我自我感受啊，购物的次数还是有点频繁。那他老是一跟我生气，他就到处他就跟朋友去喝酒，门一摔了他就去跟喝酒。我再提起一个请求啊，能不能不扯着嗓子喊着说？咱就试一次，你就试着不扯着嗓子说一次话。来，你再举一个例子，觉得他做的不好。我觉得他长不大，就我是属于比较忙的，比较卷自己的。我到晚上了，因为我是做人力资源的，我晚上了就大家新找工作，就有的人就是骑驴找马的，就是他就会晚上跟我对接，白天在做他的上一份工作。那我老公这个时候他一下班他就打游戏，他属于躺平的，他打游戏他就键盘敲的特别厉害，然后他连麦就让你吵架。你说他影响到我的工作，又影响到我休息，我俩因为这个事吵了多少回，你自己问他。哎，先不说事儿啊，我先表扬你太太啊，在我一直要求声音小，你看这件事儿你说的特别清楚，我们听明白了他有问题，而不是听到了你那个愤怒满满的情绪。之前你的沟通，我们你问一下他，我也是一个很温柔的人，是被他逼成这样的，事情太多了，就这一会儿我们都讲了多少事儿了。他脾气就比较火爆，经常跟我吵闹的时候，也总会提出离婚这个字眼出来。才结婚2个月就提离婚这个字儿？对，有时候普通吵闹也会有说出这样的事情。哎，老公，你说这个打游戏一而再再而三，我跟你说多少回，你改了吗？小顾，说事儿啊，不用情绪说哈。那打游戏，那老婆的工作这个情况比较特殊，晚上都在卷自己，我都这么努力了，你不应该不说帮我，你至少不拆台吧？好，你们家的情况我们听得很清楚了，问题也很明显了哈，相信老师都有自己的判断了啊。咱们先听听这一对啊，你们着急都举手要说话了，来，请说。姐姐，我觉得您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因为你们俩是2婚嘛，他是想用更多的爱去弥补到这2个孩子，他可能做的方式不对，但是他的心是好的。姐姐，您今年是多少岁？30几？34了。对，你看你34岁，您丈夫虽然说比您少2岁，但是人家是一个未婚，你有2个孩子，如果是我的话，我是接受不了。2个孩子，人家能选择接受，这已经超越了80%的男生，能接受已经很不容易，反而对你的孩子很好。你觉得你的孩子在之前的环境下幸福吗？他快乐吗？一点都不快乐。他在这样，他只不过是对孩子多了一点爱，可能说稍微来说有点不太对。那你小时候没有被你爸爸妈妈惯过吗？没有被你的爷爷奶奶说溺爱过、买过个糖吗？都有吧，只不过是不赞同的方面。那你自己工资多，但是你自身的问题少吗？也并不少吧。我从来也没有嫌弃他的条件比我差，而且我之前也不是这样的。你问他，我没有结婚之前有多温柔？好，是被逼成这个样子的。对，来听听老师们的建议吧哈。我就在刚才你们在台上讲述的这个过程里啊，我觉得我自己本身都出现了一个观点的180度的大转弯。一开始我觉得你和你后来的这2个女儿相处的真好，我觉得你是在很用心的去经营你和这2个女儿的关系。但后来我慢慢听明白了，你的行为当中有一个惯性，你一点都没有看错，他就是个鸵鸟。他不敢面对任何的对抗，不敢面对任何的矛盾，他打不过他爸妈，他也打不过你。现在他和你的女儿之间也不想制造任何的矛盾，他就想一片祥和。你找他其实是真心需要他不给你制造矛盾的那个能力，但是你才是那个矛盾的制造点，你是拧巴的。其实你一直在跟你婆婆说，我就要一个钻戒，你就要给我一个形式。姑娘，我不知道你的初婚办的风光不风光？风光过好了吗？我初婚的时候有5斤了。别问我，我就问你，你过好了吗？没有。那是不是意味着风风光光的嫁出去，就意味着一生安好呢？没有，婚姻还是得靠我们自己经营。好，那你那颗钻戒和办那场婚宴，对于你这一次婚姻的起步而言，是至关重要的那把钥匙吗？
没有，你纠结在这一点上干嘛？你刚才扯着脖子那么喊，你看所有的人的反应是什么？是我躲，你别喊了，你千万别喊。你喊的声越大，我们越听不清。所以真正有力量的人说话是稳定，甚至声音是可以平和的。你老公说的每一句话我们都听到了，但是我能感受到你的情绪，因为你疏解不了你的那些东西。你把工作带回家，你把自己的职场和生活分不开，是你能力的问题，不是你敬业的表现。生活和工作是应该有边界的，只有在这种情况之下，你才会知道什么叫生存，什么叫生活。而且我再提醒你一句，亲妈像后妈，总比后爸像后爸要强吧？你知道有这样一个父亲，特别温和，而且很有依赖感、很亲近的父爱，对于你的女儿一生的成长，包括她未来的择偶，都是至关重要的。你在这个时候说那是我闺女，你凭什么抢走？你在干嘛呀？你好不容易找了一个全心全意去爱你孩子的人，结果你会说这是我孩子，你离我孩子远点儿。我觉得你是分不清主次，你只是太想控制你的生活，你抓得越紧，越不是你的。我帮你捋一捋吧。第一，婆媳关系；第二，孩子的生育问题；第三个，孩子的教育问题；第四个，你们之间的沟通和理解问题。基本上这4个问题。对，先说男士，你放到后面。男士的特点是先斩后奏，咱们先把这个证领了，回头我们再补办这个酒席，再举行仪式。第二个，哎呀，不管是钢琴班还是毛笔班，哎，我先把它辞退了再说，回来再和你沟通。男士也不是十全十美，就是你这2点，女士觉得你不尊重她，这是我谈第一点。第二点，她很喜欢你的孩子，说明她很善良。你现在嫁给他，你中了大奖了。就凭这一点，你其他的都不用谈了，谈啥谈？那我也是因为这个才选他的呀。是啊，人家对你2个孩子这么好，你能不能对人家婆婆好一点？我跟我婆婆的矛盾不都是我妥协了吗？最后都是你做出来的矛盾，妥协了是为了你的家更好，你到底分不分得清主次啊？所以我建议你啊，第一，我觉得你嫁给男士你很幸福，你再嫁个男的未必有这么好。我觉得这样，我建议你们俩孩子还得生，生吧，生。男士高兴吗？啊，那行，这基本上目的达到了。第3个呢，我听了一下是这样，其实你们俩之间，表面我看了也吵得很热闹，其实没有太大的分歧，双方没有特别的明显的过错。我相信你有这个能力，否则你在公司也做不了人力资源主管。我就一句话，你把工作中的状态和你老公好好交流就行了。如果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呢，也想更多的了解任占民律师，在微信公众号当中呢，搜索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就可以找到任律师。如果您有法律困惑，可以向他咨询。这不是2个月当中，这个女士提过好几次离婚这个词儿是吧？离吧，我特别支持。这婚还过得有啥意思呀？你看你把嗓子都喊哑了，这老公这么窝囊没出息，溺爱孩子，离呗。你离了婚，我给你竖大拇指，独立自强的女性。离呀，你离呀，我离我就不来这了。那你把离婚挂在嘴上干嘛？你不是欺负老实人吗？你知道他一心对你好，爱你的孩子，你真的就是欺负他。有这么欺负人的吗？人家娶个老婆回来是娶了个母老虎吗？你还要让你老公怎么着？人家妈不同意，人家顶着风险先跟你结了婚，忤逆了父母，背负多大的压力？好，生米煮成熟饭。婆婆也先往前走一步了，给你买个戒指，还不满意？你结婚前怎么不这么叫嚣啊？你现在不就吃定他吗？你结婚前要敢这么叫，他不娶你。娶，你问他娶不娶？你活该！我跟你说，你就让他吃死你。我不说那么多了啊，我觉得这个女生其实是独立的，是能够照顾好孩子的一个职场上的优秀女性，或者对于自己的孩子成长付出很多的一个女性，这个是要赞扬的。但是既然选择了再婚，我觉得你至少要学会一点，叫尊重。她就是女儿一撒娇就给她买了个钢琴，她就是女儿一哄爸爸我想要，她就买了个糖。女儿开心不就得了吗？你回头把那糖没收了不就得了吗？你有一点做人的智慧吗？好，我不说你了啊，你自己，你否则我就劝你别跟他过了。他要不敢，你就不跟他过了。他不离。哟，你不也不想离吗？好了，我想你也不来这，别的我也不说了，男生我也不说了，你就让他欺负吧哈，一个愿打一个愿挨。首先哈，我就说，
从一开始，这位女士，你的表达方式上来就叉着腰，谁说话你都在数落谁，你的那种就是让情绪再平稳的一个人跟你交流，都会觉得很聒噪。我真的觉得还挺佩服你的老公，他给予了你的孩子没有的、缺失的父爱，但是在你这也是错的。我只听说过继父对人家不好的，然后亲生母亲心里难过。我从来没听说过一个继父太宠爱自己的孩子了，你难受。你为什么难受？难道他自己的生父不管他，你不难受？真真实实的赋予爱的人还有错了，是吗？你不是在欺负人，是在干嘛呢？还有一点啊，就是你的占有欲太强了。我和你妈吵起来，你必须要第一时间站在我这儿，因为你跟我才是一家人，而且是无条件。对，无条件的站在，凭什么呀？他俩是血亲啊，凭他是你的老公，那也不能无条件。对，要站在谁对，站在谁的那个上面。这位男士，说一下你吧，你给我的感觉是你是一个没有态度的人。当你的家人吧拿了他的东西，你第一次、第二次你没有表明自己的态度，还有呢。你的妻子反反复复的在强调，他挣得少，住的我的房子挣得比我少，你为什么就不能够有个态度呢？你为什么不能告诉他，你带着2个孩子，我愿意跟你一起承担这个孩子，养育这个孩子，凭什么不给我这个做男人的尊严呢？如果有一天哈，这位女士再说起什么，就是我有多好，就是你不如我，我要跟更好的人，我要离婚，哎，我希望这位男士你成全他。让他远走高飞，飞上高枝啊！就这样，最离不开这个人的是你。如果真说分开的话，受不了的也是你。丈夫也是第一次来这种场合吧？对，也紧张吧？也紧张，但没那么多话吧？或者说不失态。你现在的表现就是生活中的你，是，而你不是。你平时不是这种状态的。好，我们人在紧张、受到压力、压迫感的时候会怎么样？自我保护。对。你会采用一种攻击的方式，各种解释，不听别人的，然后保护自己。你这个场你表现出来，你自己都特别不喜欢自己。对，这就是为什么大家对你有意见。其实不是，我告诉你啊，其实你经历的太多了，因为你经历过一段失败的婚姻，所以你从零开始过，为了孩子，你看到他纵容惯你的孩子，你很开心，但是你一定要做一种什么反应？你再努力，你总差那么一点才能达到我的标准。我要跟你离婚，你要摆脱你的母亲，你的母亲对我不够好。所有的你在说对方做的不够，其实你心里已经挺满足的了。你没有去真正的把自己的喜欢或者自己的受宠若惊这种感觉，你会表达出来，你反而会把它隐藏。你太珍视这段感情了，以至于你过度敏感。我告诉你，你要真要跟他离婚的话，孩子未必跟你走，不离。所以当你说不离的时候，你这个状态是非常美的。放松放松吧，好不好？他很爱你，我觉得他有缺点，但他的心是非常好的，他适合你。好，你们也休息一下，思考思考啊。来，请回到位置上，请坐。本期第2对情感嘉宾刘先生，24岁，来自天津；互联网运营王女士，22岁，来自山西。活动策划，那么他们又遇到了怎样的情感困惑？你觉得对方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特别的大男子主义，根本就识别不出来什么是个绿茶，跟女生一点儿边界感都没有，来者不拒的。我都告诉他了，他依然还是那样我行我素的。那要这么说的话，他跟他那个发小还有哥哥又是怎么回事呢？他也太双标了吧，从来都不考虑我的想法，以自我为中心，爱小题大做，我还说他大女子主义呢。你对这段感情还有期待吗？有，但是不多。他就跟个爹一样，像个爹系男友，老是管着我这样那样的，就像异性朋友之间的关系。虽然说事儿过去了，但是问题根本没有得到妥善的处理。我现在也不知道该怎么继续下去了。我觉得还是有期待的，生活中他也包容我不少，但是我觉得我们的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嘛。我真是被你气笑了呀，大哥呀！来，行，再一点点分解。首先说吧，哪句话让你最气？看起来都气。那你刚才这个在小片中第一句话就说，觉得他不能够和
异性的边界感划清楚是吧？对，这怎么回事啊？他们2月份的时候，他不是接了一个兼职嘛，去山西呢，结果2男2女，他们一起呢就坐高铁到了一个山西阳泉去表演机器人去。第2天要工作嘛，下午的时候就一起去逛街，一起去吃了个饭。然后他吃饭的时候正在跟我打着电话呢，我听到那个女生往他碗里加面，你是吃不起一顿饭还是咋了？非得吃别人碗里剩下的面，1碗面多少钱？山西1碗面连10块钱都没有，吃不起。不是这样的，老师，是因为我们是我们今天的女孩子都很暴躁，因为我们每个人点了不同类型的面，就想去尝尝山西的面食，就这么简单。他的碗里的面有他吃过的口水，不是那个吃之前分享的，而且他没有说只给我一个人分享，还有另外一个男生。我觉得这个面就是如果说你没有对象的话 ，OK， 那你随意怎么着。就再假设一个情况下，如果说你们已经10几20年的好友关系或者说亲戚关系，你们互相分享个食物啊，那我能接受。那你们是什么？认识还不到1、2、3、4、5、6，不到6个小时的朋友，是算朋友吗？然后平时他吃饭都会给我拍个照片，哎，这样分享一下。那天晚上我啥也没等到消息，什么都没看见。然后我过了2个小时吧，我大概10点钟左右，我问他说，哎，你今天吃啥呢？然后我才问他，哎，结果人告诉我说是他们晚上在一起吃的，他们4个人一起在酒店，有的坐在床上，有的坐在凳子上，一起在同一个房间里面吃饭。他跟我说他们3个人喝酒了，他没喝酒，然后人家跟我说是那女的靠往他的肩膀。具体的细节你是怎么知道的？这个是我跟他去坦白的，对，是我坦白的。好，那继续。因为我就是觉得他可能心里会多想嘛，他平常爱想的比较多一点。哎，这样，那你下次他出差的时候你跟着他，然后给他把一把关。第2次就跟了嘛。在跟人去之前还有一个事儿，姐姐们不是老师们，他跟人去之前，对，还有男的呢。哥哥姐姐们，他跟人去之前还有一个事情是这样啊，就是他们4个人呢创了一个微信群，叫什么打工人 F4组。那女生在群里面叫跟他们叫宝贝们。那他叫的宝贝们，那我们群里一共4个人，那我全程也没有说什么，我也没有发信息，全是他们在里边聊天。后面第2次就跟着去了嘛。第2次发现啥了吗？第2次是这样，去沈阳了，正好我姑姑家也在那边嘛，然后我就说是我先走，然后你也去，然后我们能够碰个面一起玩一玩。我当时给他发消息，我跟他说我晚上会去你的那个酒店里，因为当时他们那个领导给他订了一个大床房，然后说让我俩去住。哎，结果他跟我说我把酒店给换了，他跟我说他们要给我换房，大床房换别人的房了，你们能接受吗？老师，啥意思啊？换成啥了？是这样，就是因为他们3个人要看个电影嘛，然后他们是双床房，但是我们是大床，然后他们3个想在一块儿看。我当时就跟他们说，那你来我们房间看就行。我换完以后，我就跟他去说，结果人家不乐意了。你说换就换了，你怎么考虑我去了之后怎么睡？而且你是想让我睡别的女生睡过的床吗？我可不睡，你要睡你自己睡吧，那我可不去找你了。他永远都是在把一件事情在扩大化，所以我就没办法。不是，那后来你走了吗？还是留下了？他留下来了，因为他还比较生气，然后我就把房间又换回来了。就怕他生气，那不是更睡过了吗？他们仨挤在一起看电影了，就是他们都没看电影，就让我给换回来了。但这个事儿太恶心了，大家不觉得有点膈应人吗？你们觉得呢？这个事儿，没觉得。老师，不是生活里有洁癖吗？我没有洁癖。你是介意他和这种你认为行为不太有边界感的女生，对，就应该切断关系，对，不是让他和所有的女生切断关系，是这意思吗？对，他居然不顾及你的感受，换了别人睡过的房。你就觉得非常不被重视，有点膈应。我听懂了是吧？男生，你女朋友是不是自己做的特别好呀？在这些异性的边界上，她也做的不是太好。她有个哥哥拉着我去见他那个哥哥，但是他跟哥哥之间的感情吧，他也跟我说了，就是有一段暧昧关系，就相当于是拉着现男友去见前男友。我觉得就是他不考虑我的想法，您知道吗？不是你拍手啥意思呀？就是我就觉得他说话特别的荒唐，他明明答应别人的事情又不做。答应啥事儿了？就是他答应我去见，后面又不让我见。事情现在是这样的，就我跟我这个哥哥是23年在天津认识的，我们2个一开始确实可能是有一些微微的情愫产生，但是那个情愫很快就消失了嘛。然后我们就一直是以同事加朋友的身份以及哥哥的身份在相处着，就是偶尔会去互相聊一些事情啊这样的。我就想见个面不挺好吗？我跟他说的也是说是我带着我哥带着你，我们3个一起见，没有说是我跟我那个哥我俩要单独相处或者怎么着的。他也跟我说过很多次，他要去跟他的哥哥见面。
他问我，那你会不会生气？那我就心想，如果你们是单纯见面，那我怎么可能不让你见呢？我不是带你了吗？而且那天我是要出差但是你一直问我说会不会生气，那你换成一个正常人，他肯定也会想，那你们为什么会问我生不生气呀？那后来见没见？没有见。人不是不让我见吗？要跟我分手，然后我只能把我那哥给推了呗。哥哥没见，他还在你们的生活里吗？没有了，最后我让他把微信删掉了，他就删了。他也删了一个，他之前有一个那个喜欢的 L 主播姐姐，那个主播姐姐是这样的，那个主播姐姐呢，就是他们以前上班的时候，他跟那个主播姐姐，就是也暧昧过呗。对啊，对，这个我承认，因为呢我也跟他说了，毕竟谁还没有个爱的权利啊，对吧？你是暧昧这个事儿，在你有了女朋友之后没再暧昧了？没有。那你是不是跟我说？那你是不是跟我说，如果这个女生找你拍照的话，你问我能不能去？你看，老师是这样，就是我跟他确实是暧昧过，但是我认识我女朋友的时候，这个关系就掐了。他找过我很多次，我也没有理他。那和他那个哥哥一样啊？我怎么不知道他找过你很多次？难道你是瞒着我了？我有没有让你看微信？我不知道啊，我知道他找过你一次啊，找过你很多次，其他次是怎么回事呢？删了没有？删了。那不是我逼你删了？你跟我说，你跟我说你不愿意删人。这件事半斤八两，你俩差不多，反正都把前面那个暧昧对象都删了是吧？这事儿告一段落。但你不是说他还有一个什么发小，你也不舒服是吗？怎么了？他发小是比他这个所谓的哥哥更要深层一点的。他过年回家以后，他跟他这个发小还有几个朋友一块儿见面。然后我那天我给他发消息，他一个也不回，到晚上了。他给我发消息说：“你先睡吧，我在打麻将，好吗？”人家就直接就把我电话给挂了，最后就，然后等过完年以后回来，我看他手机了，我看到他跟他这发小就是拥抱一个画面，你知道吧？是这样，我跟我那个发小，我们是认识很多年了，然后他们一起来我家找我，又不是只有他一个人，还有另外俩女的呢呀。然后我们不是就一起去打麻将了吗？打麻将就玩的比较晚嘛，就忘记跟他说，当时手机也没有太多电了。然后他说是拥抱，其实不是拥抱，就比如说是大家，比如说告别对老友那种，就是你看不上你，就是这样。拍拍你的肩膀，就这样搂着拍拍你的肩膀，这算什么拥抱呀？但是他抱得很紧，我看的，他的手都抠他肩膀了。他觉得就是说这样搂得很紧，就叫做拥抱。哎呀，这个发小还有什么让你觉得怀疑或者是不放心？他们也有一个群，他们在群里聊一些就是情侣之间才会聊的话题，他会把我们俩之间的话题分享到群里边，然后那个男孩子说话也是特别的露骨吧？谁让你偷看我手机的？这个矛盾点不是说我看手机，是你该不该聊的问题啊。反正听起来你们俩对彼此都不信任，对彼此和异性相处的方式都不接受。那除了这个异性的问题，还有别的问题吗？你们之间？还有就是有一回嘛，他老姑来了，然后我姨正好也过来，就是都赶到一天了。他老姑去看他，我姨去看我们家。然后我想的是前面我陪，后面我再去陪你老姑，这样都能去陪到。结果人家说嘛，我老姑千里迢迢从沈阳过来了，你就应该全身心的去陪伴我的家人，我的亲戚。那我就反问他，那我姨谁来陪呢？他说那你有妈妈对吗？但是我觉得我妈陪是我妈陪，我还要对我姨有一定的这个。你妈妈见过他吗？没有，妈都没见过，还陪啥姑呀？到最后呢，我也是全去陪他姑姑了，好嘛？人家最后还说啊，那你早知道这样，你干嘛提前不过来陪我姑呢？我当时我人都麻了，都不可理喻。你们俩谈了多久了？半年多了。这听起来就没啥愉快的事儿。你看我在天津本来就一个朋友都没有，其实去年我来天津，我可能说是我过年回来，如果没有遇到他，我就不会再来了。你咋遇到他的呀？我俩是这样，一个社交软件，我是他拍照的模特，去拍照，他说他来接我嘛。我一刚下楼，小区门口一个小伙儿，然后还挺帅，停车旁边，人往那一站，在那等你，又高又帅的又瘦的那会儿。行吧，你们这半年的爱情当中也没听到什么甜蜜美好啊？那是谁要来的？我要来的。就是异性之间的问题，还有就是他有时候跟个爹一样，我还没回家呢，就是比如说是这儿不对那儿不对，拍视频这个没弄干净，那个不对，这个也不对，那个也不对。所以你是来想解决问题啊，让他调整一下。小伙子来是干什么？
我是希望他脾气能稍微的收一下，他别太那么暴躁，处理问题的方式也太简单了。所以你们都没有人是来分手的是吧？他要是跟我唠不下去，那就分手吧。因为从刚在一起半个月，你想想姐姐们，那个老师姐姐们，我再讲一个我们第一次闹分手的事情，我真是越想越气啊。我们第一次闹分手的时候是这样，我当时发高烧，我发了3、4天高烧了，他去我住的地方陪我嘛，我明明已经烧着很厉害了，他第2天要跟我提分手，我俩才在一起半个多月。是这样，就是。当天晚上他发烧特别厉害，我带他去医院，他在医院睡了1晚上，我就在座子上陪他。但是在这期间，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他那个情绪变化波动特别大。大夫问他说那个怎么样，他说啊我没有发烧啊，他还跟大夫犟着来。我突然间我就忍不了他这一点了，就是脾气就是波动特别大，一下子就跟另外一个人似的。所以他现在脾气波动还是很大吧？很大。那你不想跟他分手了？因为。他也有比较好的方面，比如说我下班可能要加个班，平时，然后他在家里会把饭做好了，把衣服洗完了，他对我还是挺包容的，我感觉。你找的不是我，你要找个保姆，比我干的活好多了。人家说你好，反正我都给你不合胃口，给你做的饭。而且吧，他也跟我有时候挺同频的，他可能知道我今天想吃什么，想穿什么衣服，他都给我准备好。好，我们来问一下这对夫妻吧，哈。这个情侣呢，其实没有什么大的问题。男孩子这边的话，就是你觉得他没有边界感，其实他都告诉你了，就证明没有问题。反而我就觉得这个女孩子是又作又闹，有些事情她不愿意去说，还是给她男朋友发现的。我觉得你跟异性的那个边界感是没有处理好的。另外，你发烧了，他都照顾你了。我觉得他做的已经很好了，在男孩子方面来说，就是我自己就是这么认为哈。他没照顾你吗？这个就是他情绪非常波动的地方。但是其实老师们作为情侣之间关系照顾，这并不是说一项是多么高尚的事情，就是挺高尚的呀。我的意思是，你发烧了，他也顾及到你，也去看你了，也陪你了，而且你们没有见过父母的情况，他那个姑姑是没有必要见的，就是他也陪你去了，他都自己都不管自己的姨，然后去陪你的姑姑，我觉得他已经做得很好了。但其实你们2个没有什么原则性的大问题，我觉得你俩还是可以走下去的。只是还是觉得他们的就异性朋友方面的那个问题，就处理不够好，该拒绝的情况就拒绝，不要产生那种暧昧的感觉。好吧，听听老师们的建议啊。我能大胆的去猜一猜吗？我觉得你心里是有伤的，什么样的伤？不太想说了。不太想说了。因为我觉得你所有的这个感觉，就让我觉得你们2个人的风格太不相同了。你的这个伤让我觉得你所有看起来那么不合理的一些要求，那么有强迫症的一种要求，他必须给我陈述清楚。我觉得你是在用这些信息去填你心里的那个洞。也许这些东西对于你而言，并不一定是你真正亲身经历的。当然，你刚才说你经历过，而且不想再去重提。也有可能是你对那些阴暗的东西或者偏见的东西接受的太多，或者浸润的太久。所以其实你是很想用他和你共同的努力来挽回你对很多阴暗的偏见，但是这个事情不是他的错，也不是你的错。今天你在这里跟我说你不愿意再提起，其实当你有的时候，你有一天你真的鼓足勇气，你愿意去把这些话说出来的时候，你才真正的去能把你自己的心里的伤治好。你在这个台上的表现，其实我能够感受到的，不管你是这样搂着胳膊，还是你各种小动作不断，我觉得你是特别焦灼的。所以希望你有一天真的愿意把自己心里的那个伤跟他坦诚的告诉他，告诉他你在原生家庭当中感受到的东西，告诉他你成长过程当中的那些经历，你打开的那个一天，才是你真正给你自己自由的那一天。我不愿意看见一个女孩子用这种方式，让所有人都误解的方式，去让别人去对你有误判，去伤害你自己。因为你在这个台上今天所有的表现，你都把我们引向了一个特别偏激的一个导向，让我们觉得你是有问题的。但其实我觉得你不是，你可能是那个受害者，但是伤你的人不是他，你不能到他这里来找补偿。咱们俩今天的这个对话不是很具体，但是我觉得我说的你都能懂。我觉得男孩子也是这样，你没有真正的走进他。如果你真正了解他这一路走过来，为什么把自己弄得像个刺猬，
为什么这么暴躁？你真正知道这背后所有的那个层层逻辑与原因的时候，你们这个感情才能走下去。问一下两位，之前你们都各自谈过恋爱吗？谈过，我之前谈过3次，男士都谈过1次，是吧？我在这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我问一下啊，你们之间互相的朋友知道你们恋爱了吗？知道。说实话，你们俩的这爱情哈，我是真的不看好，鸡飞狗跳，什么呀？这是一点营养都没有。什么吃个面吧，这个吃饭做了张床吧，哎呀，爱情当中就这点鸡毛蒜皮的破事儿吗？爱情难道不应该是分享美好吗？就盯着这些一点的瑕疵揪来揪去，有意思吗？就是好好的关系，你俩都有一个共同点，非奔着搞砸的去，怎么砸我怎么说，怎么砸我怎么搞。所以于老师说，女孩你心里有伤，我特别认同。你们心里都有那个一个黑洞，没有地方填补，就折磨彼此，尤其是女生。男生做的也不咋样，为什么要谈这样的恋爱呢？如果你自己心里那个洞没有填上，你那个坑没有填上，你是没有能力爱别人的。所以为什么我们老说，爱自己才会爱别人？如果你连自己都不爱，每天都那么暴躁，甚至跟医生争吵，跟每个人对抗，不能控制自己的情绪，那其实是不爱你自己的表现，对吗？我们不是说要迎合所有人，我们不是说无条件的去爱男朋友，我们可以有要求，可以有边界，但是所用的方法是一种向上的光明的方法，不是像你们这哎呦全部都是那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儿。我建议你们2位啊，先别忙着谈恋爱了，先去完整一下自己，去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儿，把工作处理好，把自己的生活安稳好。男生也一样，对吧？多陪陪家人，你们都冷静冷静。这个阶段在一起，你们俩这天天一会儿要分手，一会儿又在一块儿，我觉得对彼此都是一个消耗，不必要的消耗。先爱好自己，再去爱别人。我觉得你俩的爱情真的是如同嚼蜡，让我们听众都感觉到没有任何的滋味，就是面呀，然后包括换房子呀，靠在他身上啊，什么什么跟他又这个有暧昧，那个有暧昧的呀，真的，我就觉得你俩都是有心结的人。这个女生呢，好像心里的这个扣好像更大一点儿，所以你从形体上就是不能安静下来，小动作特别多，内核不稳，然后你是一个情绪波动特别大，而且跳跃性思维的一个人，所以就折射在方方面面，包括你的平时，我想这个男生看到你跟医生吵架也只是一个瞬间，你生活中应该跟很多人都发生过无数次的这种争执和这种情绪不平稳的事情。你们俩真的需要自我完善，只有自我完善变得平静且强大的人才有力量去爱别人，你俩都没有做到。所以我觉得其实你俩首先要把自己的这个心结打开，先去完善自己，再去拥有力量爱对方，这样才能走得更长久一些。因为你俩才在一起刚刚相处半年，走走看吧。你分面条我认割，相互指责谁都别活。
所以其实情侣之间的这个信任不是建立在坦白从宽上，而是心中要有秤，眼里要有戒。你没有自信，在这段感情当中处处都是敌人，处处都是暧昧，我要保护好我自己，所以我一定要先质疑你，你一定会先背叛我的。我们为什么说话的时候要加肢体动作？我拍桌子说你错，为什么要拍桌子？是要增强我的力量感，要震慑住你。但是如果你总是在拍桌子，人家就觉得你是在虚张声势。所以女生挺弱的，但是又不敢去表现，隐藏是你好像是认为是最佳的一种手段，但其实被人一眼就可以看破嘛。为什么要认那个哥？为什么你只有一个可以信得过的朋友？为什么一个发小对于你那么重要？难道你生命中没有最重要的那个人吗？你心中最看重的是什么？应该是自己。你要让自己有力量感，不是来自于对方对我有多好，我就值得被对方看待，而是你先要觉得自己值得。当你认为自己值得，当你有自信有力量的时候，你的动作就不需要了，你没有那么多动作，你平平淡淡一句话就能掷地有声。如果这段关系对你来说是不对称的，就如同你看他，你够他的肩膀，你得踮起脚尖来的话，那就放过他，他不适合你，或者说现阶段他不适合你。男生也一样，男生你觉得他的情绪不稳定，你不知道为什么，莫名其妙，对不对？对，那是因为你没有足够的能量去接住他的一些情绪。如果你能在他身边，你表现得很稳定，且不会让他有不稳定的那些机会，你们俩就会匹配了。你不懂他，你不了解他，他看出一个很弱的一个女孩，但为什么会有如此强势的这强烈的反差感的表现？你有花时间去了解他的过去吗？没有。对啊，你只坦白了你现在的一些不当的行为，说你看我说出来了，这个女孩靠着我就没有问题了，是吗？你恰恰在用你的这种所谓的坦白当成一个盾牌，甚至是武器来撕碎你们之间并不厚的信任。所以说有时候信任不需要去坦白，而需要怎么样？我心中很清白。好，我们也请4位都回到站门之后啊，看看你们听过老师建议之后，最终选择是怎样的。好，先看看我们第一对夫妻的选择啊，3、2、1，请开门。肯定好好说话，给你们点掌声吧啊！有没有什么要说的呀？以后看他表现吧。哎呦啊！那你啥表现？还想看你表现呢。那就尽快生孩子呗。哇，这个是一个好事儿啊！这么大的事，这是最好的表现。但也稍微改改自己的脾气，好不好？知道你们是一对有爱的夫妻，但是日常相处还是需要友善的沟通，才能过得和谐。发生美好怎能不看？让我们一起进入中国广电真情时刻。拥抱过后，希望你们内心更平静啊，好好生活。希望你们共赢，好吧？祝你们幸福。好，再见，谢谢。好，我们来看一下这对小情侣的选择吧，他们会出来吗？来，请开门。这个有悬念了。会的。哎呦，出来啊！我的天，挨门那么近。这咋还一脸委屈呢？那准备以后怎么着呀？以后接受对方有一定的私人空间，我们以后好好生活，然后先爱自己，再爱别人。哎，我觉得你男朋友说的挺好的，好好磨合，把自己的这个有时候焦躁的脾气也稍微改一改，好不好？希望你们能走得长，走得久啊。谢谢老师，好吗？谢谢老师。美好发生怎能不看？让我们一起进入中国广电真情时刻。你好，你好，哎呦，哎呦，哎呀！
哎呦，这都走了，走吧走吧，去吧去吧。哎呀，拜拜拜拜。这个所以你看啊，就可能年轻时候的爱情就是迷茫的，但是又是真挚的哈。希望他们真挚的情感呢，能够在磨合当中真的开花结果，最终喜结连理。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进入婚恋新说法。父亲在婚前立遗嘱，表明遗产留给自己的2个女儿，再婚的妻子能继承吗？民法典明确规定，遗嘱继承优先于法定继承，所以父亲通过立遗嘱的方式将其个人的合法财产留给女儿，一般情况下，再婚的配偶就无法继承遗嘱中所指定的财产。但是父亲再婚的配偶既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在这种情况下，即使父亲立的遗嘱中没有给他分配遗产，按照法律规定，也应当为其保留必要的遗产份额。同时呢，也感谢我们老师们今天的分享，感谢观众朋友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会。